最近这半个月呀，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嫁到了中国山村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婚姻状态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特别是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像越南、老挝的，前几年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那这几年呢，像乌克兰、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未来几年国外女生资源呢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当然呢也会形成一种补充。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2胎3胎的政策都在变，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但很多的女方家庭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是只高不低。相亲的姑娘呢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欧巴的偶像剧看多了，没有自我认知，择偶要求呢又太高，所以现在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大概率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最后男人们没办法，只能是另辟蹊径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究其原因呢，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对房车也没有什么要求，也很少要彩礼的。东欧女生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这个东南亚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虽然要求彩礼，但是基本都是在1到3万左右。所以找国外女生更加实惠划算。另外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她们通常能接受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当然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甚至呢有一位8、9年的男士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家里做生意，条件是真不错，都跟我提出想去国外找媳妇儿。我觉得这些行为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尤其是大龄的女士，有一些危机意识并不是坏事。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中国单身人口超过了2个亿，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多了3000多万。昨天呢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显示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其次呢，女性的寿命是比男性要长5年，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实际整体是女多男少。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你像外企还有国企、私企等等。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一是呢农村男光棍，2是职场女光棍，3呢是老年的女光棍。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要房要车要存款，男的呢又结不起婚，女的呢又不想嫁也不想将就，所以这3大光棍群体就没有办法去调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是一对对的成家，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而成了大龄光棍。现在的养老院也是越来越多了，光棍抱团养老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若干年之后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但是无儿无女养老院收不收那还不一定。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能早婚就早婚，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尤其是这个女人，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你相亲就会发现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男人都不会看一眼。你认为的这个车房你自己都有，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他们并不在乎，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性格温柔，而不是找事业型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男人越早结婚呢，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她们可以追求爱情，不看车不看房，看重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只要你疼她就可以。如果你错过了，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彩礼车房等等。所以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就抓紧结婚吧。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如果你还未婚呢，请你一定要听完。我53岁了，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年龄最大的。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我不喜欢小孩，对婚姻也很恐惧，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主要是向往自由，还有呢就是性冷淡。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我的父母都不敢说我，后来呢总是吵架，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自己呢抱不到外孙，一定会很难过吧。自从他们走后，我迷茫了，空虚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生一个孩子，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和活力？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我不婚的结果呢，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这种深深的孤独感，不知道你们懂吗？年轻时我很独立，自己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孤独也只是一时的，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又接踵而来，迟迟不走，因为没有亲情帮我驱散了，我回不了家了。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不是我独立，也不是我坚强，而是我有家人在，我父母在，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年轻想要自由，中老年就会付出代价，要么自由，要么孤独，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我不愁养老，毕竟有存款，以后呢也有社保有退休，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钱呢又不敢乱花。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真的想得太美好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无儿无女的，更不敢乱花钱了。曾经生病过，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都会来照顾我，现在她也不在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曾经子宫瘤做手术，都不知道要叫谁来，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堂妹来帮忙照顾我，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毕竟我没有养过她，她呢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当然呢也有叫护工，但是有些事儿不是叫护工就行了。老了之后呢，各种疾病是明显的多了，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怕自己突然就老年痴呆了，就任人摆布了。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给我一个痛快。我去看过养老院，贵的养老院呢，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费用上升等等因素。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就是等死。我看到之后都很害怕，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回到家之后家里特别安静，安静到可怕，只有狗叫声，没有人语。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现在静得可怕，家里有狗，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再过2年他就10岁了，也要走了，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要么有伴侣，要么有孩子，不要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还有就是好好的陪伴家人，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现在有条件了，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那些经常被催婚的，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跟他们去吵去冷战，好好坐下来去谈，不要伤他们的心。他们也是为你好，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伤了父母的心。长大做了父母后你就会后悔年少时的冲动。
有一对情侣啊，谈了6年的感情，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啊，要求是18万的彩礼。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一来啊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万一婚姻啊有变动，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女方父母呢也表示啊自己养大女儿啊不容易，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所以啊不会陪送嫁妆。这位姑娘呢对男友啊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啊能够委曲求全。但是男友啊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开口就要钱，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一气之下呀，两人就闹了矛盾，分手了。讽刺的是啊，不到1年，男士啊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长相也不错的姑娘，彼此呢都觉得合适，年龄啊也大了，于是2个人就结婚了。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一辆车。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所以啊才愿意出钱去娶她？男士说啊，不是，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家里满意，相处的舒服而已。他说呢，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那总得给一笔钱吧，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啊，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也很伤心，说自己那么爱他，和他在一起啊，生活了6年，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18万呢，宁可娶一位陌生人，也不愿意娶自己。而女方的父母也说啊，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喜新厌旧，明显就是渣男，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这个男人啊，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啊，会有人说啊，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不顾及6年的感情，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其实啊，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大家呢应该理性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彩礼啊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男方呀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问题在女方父母啊，明知2人有6年的感情，却狮子大开口，直接跟男方要18万。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这不是保障女儿，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6年感情，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啊，也应该有很多，最后还要18万，那真的不如啊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啊，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付出呢都是相互的。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因为彩礼啊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还有那种啊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如果想要钱的话，那咱就明码标价，买得起咱成交，买不起啊咱就找便宜的。双方自由恋爱，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那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双方你来我往，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这就好比啊，你出门打出租车，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好朋友啊提出开车去送你，你提出呢要给油钱，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又想立牌坊吗？大家怎么看？